有瑞宝、辉宝跟在妈妈后面自己下班，现又有爱宝下班时强制带上姐妹俩。昨天辉宝自己玩耍时，听到通道门口传来声音，看到宋爷爷出来了，连想都没想，立马爬起来去追爷爷。虽然辉宝小腿倒腾得很快，但是奈何宋爷爷腿长，宋爷爷转身走进门，立马将门关上。辉宝被卡住了小脑袋，生气的辉宝看到这时通道门还开着，一气之下跑进通道门。而此时的瑞宝转头发现园区只剩自己了，想了想自己也跟了上去。这次搜寻是有史以来宋爷爷最省心的一次。另外，最近姨姨们可以看到，爱宝在园区睡觉时不在床上睡，而是喜欢睡在饮水盆旁。其实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个空调口，从一旁晃动的竹叶就可以看出来，爱宝感觉这个地方比较凉爽，所以喜欢趴在这里休息。因为瑞宝和辉宝的原因，爱宝的室内园区现在还没有给冰床搬回来，是怕姐妹俩偷偷睡冰床着凉闹肚子。而乐宝这里已经早早的就想睡上床。而今天爱宝下班时，爱宝宛如觉醒了灵智，主动走到通道门口前，像是在跟奶爸和姨母交代，表示自己今天帮忙收熊回家，然后便转头走向了姐妹俩，选择了离自己最近的辉宝，之后连推带打的给其带到了通道门口，打算强行给辉宝带回去。看得出辉宝此时很是抗拒，但是被爱宝压在身下，毫无办法，一动都动不了。辉宝虽无谋，但是体力明显充足，看到妈妈一放松警惕就跑了。爱宝见辉宝走回去，又将树上的瑞宝拖了过来，但是这次爷爷和姨母没有跟爱宝配合好，迟迟没有给爱宝开门。最后瑞宝和辉宝都从爱宝上逃跑。不过宋爷爷看到后，为了表扬爱宝，给爱宝带来了一根大竹笋。爱宝此时坐在通道门口吃着竹笋，都还在催促姐妹俩赶紧回家，别让爷爷担心。爱宝真是越来越让爷爷和姨母省心了。圣熙阿姨担任保家责任饲养员后，工作起来越来越有模有样了。圣熙阿姨不愧是将爷爷带出来的，放置完竹子后，都喜欢围着园区环绕一遍，查看一下有没有能妨碍到熊猫们活动的东西，例如折断的竹子或树枝等。将爷爷的好习惯全让圣熙阿姨学来了。而圣熙阿姨这里也有了小助手来帮助自己。而此时的宋爷爷这里拿来了大竹笋给姐妹俩磨牙，不过说准确点，更像是拿来大竹笋让姐妹俩帮妈妈把竹笋剥皮。毕竟等爱宝出来时，这两个大竹笋都将属于爱宝。除此之外，现在对于让瑞宝和辉宝自己下班，宋爷爷是越来越有办法了，真的要给瑞宝和辉宝养成家养口的过程。瑞宝和辉宝在两个爷爷以及爱宝的教育下，现在乖得宛如看家小狗。爷爷们只需要在要下班时，将一些小零食和新的竹子放在通道门口里，这样爱宝就不会急着回家了。爱宝会先坐在通道门口，将小零食和竹子吃完再回去，这样带来的连锁反应就是瑞宝和辉宝会被妈妈的动作和小零食吸引，主动跑来通道里想分妈妈一杯羹。同时这也可以从小降低瑞宝和辉宝对通道门口的抵触心理，让其感觉下班回家也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儿，甚至还有小零食吃。此时辉宝这里完全被妈妈吸引走了注意，虽然爱宝不会将自己的小零食分给辉宝，但辉宝现在已经对通道门口渐渐没有了之前那般有抵触心理，就算从通道门口出来，也是在妈妈附近玩耍，甚至玩耍时还会看看妈妈还在不在，不能让妈妈把自己丢在园区。而此时在树上的瑞宝看到妈妈和妹妹在通道门口玩耍的样子，心里也开始有所动摇，考虑要不要下去。以后饲养员们出门怕是要先给人证瑞宝和辉宝开门的手法真是越加熟练了。今天将爷爷差点一个不注意，又让辉宝给留在房间。前两天在宋爷爷的纵容下，姐妹俩现在对于如何开门掌握了一定技巧。早上将爷爷来到园区后，一身轻松的向小亭子走去，结果发现辉宝没有跟上来，转头发现自己要是晚点，辉宝都快跑屋里去了。被将爷爷阻拦后的辉宝明显是在嫌弃爷爷多管闲事儿。爷爷，你不要多管闲事。将爷爷试图引走辉宝去到别的地方，但是辉宝不上当，辉宝几次被爷爷推倒，于是把自己心中的怨气和不满全发泄在了不会还手的南天宝身上。看到这一场景的江爷爷着急的直接原地开手，想让辉宝起来，但又不想阻止辉宝释放他的天性，同时又很心疼自己维护已久的南天宝，一下就给江爷爷整纠结了。而且如果去抱辉宝的话，万一辉宝给南天宝抱着不撒手，那结果就是南天宝被连根拔起。此时的江爷爷只能在旁边看着，而辉宝这算是找到了爷爷的软肋。大熊猫也是能看懂人的情绪变化的，看到爷爷不敢过来后，辉宝掉头走向了门口，再次尝试开门回家。江爷爷占着身高优势，从上方给门紧紧摁住，
同时用另一只手骚扰辉宝。生气的辉宝追着爷爷直转圈儿，就这将爷爷扶着门的手都没放开。眼见追不上，辉宝索性直接抱住了爷爷的大腿耍赖，将爷爷将辉宝推开，辉宝就顺势再次走向通道门。等将爷爷再次给辉宝推开时，刚好给气推到了南天宝。这让无辜的南天宝再次落泪。眼看辉宝这般无赖，将爷爷索性回去将门牢牢锁上了。爷爷回去后，辉宝还在尝试将门打开，小手用不上力，还是不用力，想将门上的锁咬坏。辉宝这学习能力放在人类里面，怕是能上小学了吧？爱宝伸手示意辉宝不要靠近，辉宝一靠近，爱宝就知道准没好事儿，不是要抢自己的食物，就是要喝奶。爱宝看到辉宝过来，没有抢自己的食物，那爱宝就知道辉宝这是想喝奶。爱宝此时并不想喂，拍打着辉宝，让辉宝走开。眼看辉宝要扑上来了，爱宝直接手脚并用，一起阻挡着辉宝。自从生了双胞胎后，爱宝食量越来越大了，那是因为爱宝如果不猛吃，根本没有足够的奶水喂姐妹俩。以前福宝自己时，爱宝的奶水常常吃不完，现在有了双胞胎后，常常不够吃，而且现在一个要吃奶，另一个立马就会过来，一次就要喂2只。这也是为什么爷爷们会经常心疼爱宝，额外给姐妹俩喂奶。而爱宝一天中也属喂奶时最累了，因为这时的爱宝需要一直保持着一个姿势一动不动，不然姐妹俩就会吃不到。爱宝喂奶时都经常感叹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而今天亦是如此。原本只是辉宝要吃奶，爱宝还可以应付，无非是3拳对4手或是躲一躲，但一会儿瑞宝也过来了，姐妹俩一起进攻，爱宝根本应付不过来，这除非爱宝有3头6臂。爱宝为了吃完手里这口竹子，先是给自己埋低，防止姐妹俩钻空子，但最后姐妹俩越逼越近，爱宝的竹子都没吃完，直接转移阵地。但瑞宝辉宝并没有因为妈妈换地方而放弃，而是紧跟其后跟了过去。辉宝看到妈妈坐下来，立马钻进妈妈怀里，很快慢半拍的瑞宝也凑了过去。爱宝仰天一声长叹，但奶还是该怎么喂就怎么喂，谁让这俩都是自己亲生的呢？而爱宝这时能做的只有给自己换个舒服一点的姿势，然后等待着姐妹俩吃饱。姐姐起床了，起床了，姐姐别睡了。今天瑞宝累惨了，随便找了个地方倒头就睡着了。而辉宝这里可见不得姐姐这么安逸，必须给姐姐叫起来陪自己玩。辉宝走到瑞宝身边，一屁股坐在了瑞宝的脸上，然后便开始咬瑞宝的耳朵。辉宝真是粘人精，只要自己不睡觉，谁都别想睡。此时瑞宝困意正浓，根本不想理会辉宝。瑞宝翘起屁股，试图把自己的耳朵藏起来，让辉宝找不着。而辉宝这里压根没打算放过姐姐，瑞宝越不搭理辉宝，辉宝这里越来劲儿，辉宝跟欺负妈妈一样，直接踩到了瑞宝的身上。这一下瑞宝是直接睡不着了，直接醒了。辉宝这乃是叫人起床啊，这分明是想趁着姐姐困意十足无力反击，打姐姐一顿。最后辉宝反被瑞宝推进了泳池里，辉宝这里又不高兴了。辉宝这里总用体重说话，一言不合就给人压在身下，通过体重的优势让人家起不来。姐妹俩闹着闹着又渴了，一起走到了饮水盆前。辉宝先坐下，瑞宝紧跟其后。瑞宝来到饮水盆旁后，让辉宝走开，不让辉宝喝，甚至还用小手挡着饮水盆。辉宝表示，你不让我喝我就咬你。之后姐妹俩暂时休战，就这样在饮水盆前安静了一会儿。辉宝靠在饮水盆上，笑嘻嘻地看着瑞宝。姐妹俩这个时候又姐妹情深了。